地方。And sauce on the side, on the corner.嗨，大家好！现在我正对着呢是 Queen's Park University Avenue。我刚从那个 University Avenue 那边过来啊，跟我的小女儿一起呢去访问了一下多伦多大学的牙医学院，得到了一些资讯啊，也稍稍的在里面呢看了一些他们诊所的楼层。就感觉他们这个牙医学院呢，完全就可以称作为一个医院，完全呢与教育、医疗实践啊，大概的感觉就这样。然后呢，我从对面的多伦多总医院呢，这个大楼里面穿过来，现在呢我就来到了 Queen's Park。我的小孩呢，他去上学去了啊。我呢，在这边随意的再走一走。今天呢，应该是我在多伦多的最后一天了啊。这边刚好有一个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地图，密密麻麻的字啊，标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物的功能和名称。有一句话呢，它就写着啊，欢迎来到我们的不吸烟的校园。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今天呢就随意的在 College 这条路上走走，就结束我在多伦多的整个的行程。今天早上呢，我就看到网上大家在争论一个问题，就说美国，当然我相信也是泛指西方的一些所谓的比较先进的国家，就他们那边的安全和中国的这些安全来比到底如何？那么大家七嘴八舌在那里发表评论，最终呢，有人就说他自己在美国生活的一个体验，就你真的不能说美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但是呢，非常看你是住在哪一个区，然后呢，这个社区完全是按照贫富来分，甚至按照族裔来分。比方说有富人区、穷人区，也有华人区、西人区，当然也有黑人区等等。就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社区里面生活，你对安全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你光看那些夺人眼球的标题，
听那种媒体的各种说法呢，其实都是不足为惧的。我自己呢也是来到了多伦多接近3个礼拜了，就以我在这个街上行走的感觉，非常的安全。但是呢，你如果从其他地方看一些视频，看某些人刻意来表达的某一些观点，或者呢他所呈现的一些凭证，比方说我在街上也看到很多地方，特别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暖气片上面呢，就会有人躺在那里躺过夜就看到这个景象令人心酸，感觉一些很可怕就是怕的是这些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那也就是极少部分的人他才会露宿街头。就这种现象虽然有，但是呢也确实非常少见而且即便是这些流浪的人们，他们也不见得都有一颗坏人的心。我没有在这个几个礼拜的闲逛当中碰到过一起有人吵架，更没有看到抢劫等等这些事情。虽然我们外出时候呢也多多少少凭这些印象，就是你要关注自己的包包，你在外面开车呢，你不要把你的包包和重要的物品留在你的车厢里。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但实际上呢，感觉还好。那我刚才从那个医院里面走过，看到大家在医院里面非常安静。医院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副科，不管是医务工作者就是穿着那种工作衣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的就诊的百姓，就是那些病人，他们脸上呢都非常的平静，或者说是一种宁静。这种宁静呢，我相信他们是反映出对医疗的信赖，对医生医务人员的尊重我是这么看的。所以一旦呢这种关系相处的比较融洽，那安全呢就不成问题。现在走在大学的校园边上刚刚呢也经过了好多的医院，可以感受到在医院工作的人们，在大学上学的教学的这些人们肯定在这个社会上都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受人尊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我相信一定是安全，而且呢大家都是向往要来的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呢这个地方的生活费不低，并不是所有收入的人都可以到这边来安置自己的家，在这边过自己的日子。所以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你如果努力，你达成了你的某种价值体现，那么呢你就完全有可能就成为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区的生活层次比较高的那群人，那你的居住环境就会非常的安全所以回应一下今天早上看到的这个大家的讨论，以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呢，你在任何一个社会，你只要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生活，都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安全问题呢，应该并不是主要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最怕呢，就是你达不到这样的层次，所以呢，你就有可能会在那些对社会充满抱怨的人的群体的包围之中。这些人呢，就整天会抱怨社会的不公，并且呢，有可能蠢蠢欲动，就会变成零元购，就会对别人的财产、物品呢打主意啊。这个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避免的问题。所以，不管在哪里生活，就取决你自己能不能向上发展，同时呢，让自己有能力去在回报这个社会的同时呢，达成自己心愿，过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呢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嘛。好了，我又走过了这条斯帕丹呢，这条街道啊。那今天呢，最后再来一次中国食品的超市大统华，来购买一些生活用品。然后明天呢，就会离开多伦多，返回温哥华，结束我在多伦多的3个礼拜的探亲加观光。好了，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到温哥华再见。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跟随，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